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白敬亭8亿阅读量的健美身材，普通人为何不能瞎跟风？白敬亭这张脸配着这样的身材，真是荒唐到极点。8月7日，战争与人路透社在一件普通白色的背心上，战争与人路透社的一篇文章就诞生了。但是这样一个东西，把他的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轮廓全都勾画了出来，流利、有力、扎实，没有健身房里那些僵硬的肌肉所带来的臃肿感觉。只有长期坚持自律才能够锻炼出这样干净的身体形态。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向前走去，脸上依然是那个清秀文雅的脸庞，书卷之气依然存在。但是下面的身体却换了另外一套装备。网友们给他的外号是怀表男。什么意思？脸部很小，就像一只怀表，肩膀又宽又大，好像一座城池。我看这个词语已经很久了，非常准确。这不是什么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穿衣艺术，而是一张文弱书生的脸被错放到一个常年锻炼身体的人身上，荒谬感一下子就来了。有人认为他的画风发生了变化，也有人觉得他的硬汉形象已经无法隐藏了。我不这样认为，那并不是什么突变，这是有预谋的身体政治变革。他不会通过发出通稿来告诉你我要转行了，他会自己练习给你看。用肌肉说话要比用嘴巴说话厉害100倍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7月份特立独行映后交流会中他所说的那句话。有记者问他在做什么卧推，他回答说，实话实说，不做什么卧推，不喜欢自己做得太大声，平时就做俯卧撑。双引号，一句话就达到了8亿次以上的点击量，评论区直接炸开了。很多人喊着明星同款懒人健身法终于来了，打算每天在家里对100个。当时我看到这个热搜的第一反应就是肩膀一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身边刚刚有人被感染了。我的一个朋友今年35岁，在过去的半年里每天都做100个俯卧撑，并且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自律生活。配文总是写着自律给我自由。上个月的时候右肩膀突然发出咔的一声，整条胳膊都麻木的抬不起手来。到医院做核磁共振的时候，医生说了一句让你感到很扎心的话，你并不是因为锻炼而长出了一块块的胸肌，而是把肩膀上的4块小肌肉给练成了磁直性。双引号，同样是做俯卧撑，白敬亭练出了一条均匀的线条。普通人的为什么会把自己练成了骨科病人呢？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。他的体重开始时只有58公斤，之后为了塑造角色而增加了75公斤左右，体脂率一直保持在12%左右，由原来的58元涨到了现在的75元，相差了17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并不是随便练习就可以得到的结果。他的肌肉募集能力非常好，在做俯卧撑的时候，大脑会先调动胸大肌、肱三头肌来完成动作。普通人呢，一坐下来，斜方肌上束和前三角肌就开始争夺用力了，胸肌还没有开始工作呢，就已经先被肩部拉成了2个铁疙瘩。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毅力造成的，而是由于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出现问题。更加厉害的是，在他的身后有着系统化的分层训练，每天一个部位加强训练，引体向上、深蹲、硬拉等等。俯卧撑是他在保持体型时所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运动项目。他说的支练俯卧撑是在系统的训练基础之上得出的结果。支练俯卧撑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。就如马云所说，我对金钱并不感兴趣。你要有钱了才会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普通人的想法，如果是每天只做俯卧撑就可以拥有和别人一样的身材的话，那么基本上就会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。胸肌还没有影子的时候，肩膀就已经先报废了。我看了一下他参加综艺节目时做的单手俯卧撑的样子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就是他肩胛骨的位置一直都很稳定的往下沉，并且微微向后收。从预备动作开始直到推开完成为止，肩胛骨没有任何时间放松一下。这是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所形成的一种肌肉记忆。普通人呢，3个最常出现的动作偏差，每个都像是为肩部埋下了雷。手肘角度不对，或者外展到60度左右，或者是内收成为一个缝隙。颈部以及躯干的部分没有掌握好，下巴碰到瑜伽垫上，脖子伸得很长，好像要去抓什么一样。核心收得紧紧的，腰部太长，做了几十个就腰疼了。到2025年，多项运动医学的研究表明，在做俯卧撑的时候，手臂和躯干之间的夹角大约为45度左右，对保护肩关节最为有利。但是现实生活中，大多数人并不能做到，因此他练就了双开门身材，冷白皮肤，肌肉线条分明。62厘米的肩膀宽度，183厘米的高度，宽肩膀、细腰部的比例很大，很厉害。胸肌把 T 恤撑得满满的，臀部线条均匀、舒展。把这组数据放在一起看的话，就会发现那8亿次阅读量的热搜之下，到底有多少人会被俯卧撑这3个字所蒙蔽？我个人认为白敬亭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她的身材，她用一张人畜无害的清秀脸庞，把所有的人都骗了。你觉得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《匆匆那年》中饰演那个白月光的角色吗？你觉得她是《明星大侦探》中的那位接梗高手吗？人家早就去健身房把身体重量重新塑造成了另一种体系。这张脸还是原来的那张脸，但是底下换上了新的硬件。有人认为这是营销行为，但是我认为这属于营销范畴之内。但是能够拿出这样的硬货来进行营销的艺人，本身就已经很值得被尊重了。时间是不会撒谎的，汗水也不会欺骗任何人。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把曾经在综艺节目中的自己从泥潭中拯救出来。最后要说的是实话，不要再问白敬亭是怎么练出来的问题了。你所需要的并不是他制定的训练计划，而是他所经历的训练年数、营养方案、恢复系统等等，而那张本来就不大的脸也变得更加难看了。如果没有这张脸，你也能锻炼出和他一样强壮的身体，但是却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残酷吧？很残酷，但是这就是现实。因此你是不是因为他的反差感而着迷呢？又或者是被他的一句话只练俯卧撑给骗进了健身房？评论区见。